补充剂能逆转皱纹，真让人难以置信。那么，这真的可能吗？好吧，在初期关于透明质酸补充剂的争议之后，答案似乎是肯定的，但前提是正确使用。如果你想要每周的健康研究总结和我与患者分享的健康策略，请通过固定评论中的链接注册。透明质酸是一种天然化合物，主要在皮肤、关节和眼睛中具有保持水分的特性。它就像一个具有惊人吸水能力的海绵，仅1/4茶匙的透明质酸就能吸收1加仑半的水。它为皮肤提供了重要的结构支持，使皮肤保持丰满、滋润和平滑。换句话说，它帮助我们的皮肤保持年轻。随着年龄增长，皮肤中的透明质酸水平逐渐减少，所以75岁的人皮肤中的透明质酸只有大约1/4。与19岁的人相比，想象一下，你的皮肤就像一张床垫。床垫年轻时因高透明质酸而支撑和弹性十足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床垫开始失去一些弹簧，变得越来越不支撑，更容易出现皱纹。这引出了一个自然的问题：是否有可能恢复透明质酸的水平，并使皮肤焕发活力？一种判断这是否可行的方法是直接将透明质酸注入皮肤，这已成为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美容程序。它通常用于解决面部衰老的迹象，证据表明它确实有效。最近的一项荟萃分析研究了13项关于该程序的研究，作者发现注射透明质酸显著改善了面部皮肤质量。这是一个很好的初步结果，验证了将透明质酸补充回我们皮肤的想法可以帮助恢复皮肤状况。但是，注射透明质酸的费用非常高，而且只针对皮肤的一个小区域。那么，还有其他方法可以提高我们的水平吗？我们可以服用补充剂吗？最初，有一个很大的理由认为答案会是明确的否定。要理解原因，我们需要谈谈分子量。分子是以某种方式结合在一起的原子集合，重量则是指这个集合的大小。从结构上看，透明质酸就像一条链，由简单的环节构成，正如链条一样，透明质酸的分子可以是不同的环节。长的分子较重，具有较高的分子量；短的分子则具有较低的分子量。科学家认为，高分子量的透明质酸最适合用作口服补充剂，因为它们更稳定，不容易被肠道立即分解。希望是它们能更有可能完整的到达像皮肤这样的部位，这将是有益的。但这里有个悖论，这些高分子量的透明质酸形式是大分子，可能太大而无法通过肠壁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担心的是补充剂会直接通过消化系统，而没有提供任何好处，当然也无法到达皮肤。我们只是不确定会发生什么，直到我们做了一些研究。现在早期实验的结果令人鼓舞。2009年发表的一项开创性研究涉及对老鼠和狗的口服透明质酸补充。研究人员使用了高分子量形式，并用放射性物质标记透明质酸，以便准确观察其去向。他们发现，确实有证据表明，它确实直接进入了动物体内的结缔组织。它似乎保持完整，成功通过了肠道屏障。因此，作者指出，这些结果表明，透明质酸确实可能在为人类设计的关节和皮肤健康补充剂中有帮助。好消息不断传来。另一项研究，但这次是在人体中证实了最初的结论，即口服补充的透明质酸看起来是完整吸收并分布到皮肤的。所以，当我第一次开始服用透明质酸补充剂时，正是这种证据让我决定选择更昂贵的高分子量透明质酸。所以，我们对透明质酸作为补充剂的作用的假设都是错误的。他们发现了这些高分子量的透明质酸首先在胃中被分解，肠链被细致切割成较短的片段。但事情变得有趣了，这些称为中等分子量的透明质酸也无法被吸收。因此，在这项研究中，研究人员使用了2种小鼠，一组小鼠有正常的肠道细菌，另一组则没有肠道细菌。在没有肠道细菌的小鼠中，没有吸收盐酸，它在胃中被分解，然后直接排出体外。而在正常细菌组中，情况则有所不同。在这里，中等分子量的透明质酸被肠道细菌进一步分解，最终形成可以被吸收的形式。所以，吸收透明质酸就像拆解乐高结构一样，消化系统分解高分子量透明质酸的长链，变成较短的片段，就像你可能会把乐高城堡拆成单个砖块，然后再建造其他东西，这样这些小块就可以被身体吸收和利用。然而，
即使经过这个过程，透明质酸的生物利用度仍然很低，仅为 0.2%。为何结果与早期研究不同？早期认为高分子量透明质酸可直接被吸收，好吧。2023年研究的作者认为他们知道答案，他们解释说，之前的吸收研究使用的方法不够准确，他们无法判断那些放射性标签是否附着在透明质酸分子上，或者只是它的某种代谢物，甚至可能什么都没有附着。这有点残酷，但可以想象成在鸟的脚上放一个追踪标签，当它被释放到野外时，我们可以看到标签在监视器上显示，但我们不知道看到的是鸟的位置，还是被割断的脚，或者追踪标签是否已经掉落。因此，相比之下，2023年的研究使用了最新的标签技术，提供了透明质酸在肠道中如何被处理和吸收的更准确的表现。那么这些结果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？首先，很明显的是，没有理由去购买昂贵的高分子量透明质酸，它以这种形式无法被吸收，必须被分解。但更重要的是，研究表明只有非常少量的分解产物是生物可利用的。因此，早期的假设即口服摄入的透明质酸会直接到达我们的皮肤是错误的。那么，如果透明质酸并没有直接到达我们的皮肤，补充剂还有用吗？还是纯粹浪费钱？研究人员早期测试了口服透明质酸补充剂对皮肤的影响，这远在我们对吸收的完整了解之前。因此，在审查研究时，我们关注的是人类随机对照实验，这就是一组人服用透明质酸，而另一组服用安慰剂或假药的地方。然后我们可以比较这两组，看看皮肤是否有任何差异。在日本进行了几项较小的研究，他们专注于干燥的皮肤，并且一致显示透明质酸补充剂改善了皮肤水分，所以这令人鼓舞。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，透明质酸特别与保持水分有关，但皱纹呢？在2001年的小型试验中，透明质酸比安慰剂更能减少皱纹深度。在2007年和2017年的研究中均得到了相似结果。但这些结果有多可靠呢？研究人员是如何测量皱纹深度的呢？在2017年的研究中，他们在眼角附近的皮肤上涂了一种化学物质以制作模具，干燥后将模具撕下并扫描，这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皱纹测量。分析显示，服用透明质酸组与安慰剂组之间有明显差异。到目前为止都是好消息，但关于透明质酸的安全性存在争议，我稍后会讲到这一点。有趣的是，2017年的研究比较了不同分子量透明质酸的效果。现在我们知道了2023年的研究，我敢打赌你能预测发生了什么。高分子量和低分子量之间没有显著差异，两组的改善效果和皱纹深度与安慰剂组相似。这再次是因为透明质酸在被吸收之前被肠道细菌分解成代谢物。但为了确保我们看到的是真正的效果，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另外3项研究。2021年一项随机试验显示40名参与者获益，但我想在我们看过的最后2项研究中暂停一下，它们都是由 QP 公司资助的，这就引发了偏见的可能性。QP 公司为其他公司提供高质量透明质酸，用于补充剂等多种应用，因此这些实验使用了客观的皮肤皱纹测量指标，这也有助于我们看到其他与该公司无关的研究者得出的相似结果。例如，2021年的一项研究发表在《欧洲皮肤病学杂志》上，研究发现，透明质酸补充剂使皱纹减少了 18.8%， 而安慰剂组的减少幅度不显著，仅为 2.6%。最后，最近的2023年研究是针对129人的大规模研究，再次证明了透明质酸补充剂对皮肤的好处。这真的很有趣。尽管我们的分析显示透明质酸被分解且生物利用度差，但有很多研究表明它确实有助于皮肤衰老。这表明我们的机制并不是最初想的那样。正如2023年的研究所说，这似乎与透明质酸的间接效应有关，而不是直接效应。也就是说，益处似乎来自代谢物，但这引发了一个潜在的担忧：缺乏透明质酸补充剂作用机制的了解，使其安全性存疑。在社交媒体上，你会看到的主要安全担忧是癌症。在单细胞研究中，当透明质酸被给予癌细胞时，它似乎加速了癌症的生长，这听起来不太好。然而，当透明质酸补充剂给予已经患有癌症的小鼠时，生长没有差异。因此，
研究人员得出结论，透明质酸确实是安全的。2023年召集的一组专家审查了透明质酸的安全性，并在审查了所有文献后，透明质酸补充剂未被发现对健康有不良影响，因此透明质酸补充剂是安全的。我们有良好的证据表明它们在随机对照试验中是有效的。那么，如果我们想尝试哪种形式最好，正如所解释的，透明质酸被分解为我们身体可以使用的构建块。我在设计微维生素时选择200毫克的透明质酸钠，以确保更好的稳定性、溶解性和较小的分子大小。200毫克的剂量是现有临床试验中使用最广泛的剂量。但仅仅因为我服用补充剂，并不意味着你也应该服用。现在有其他关于透明质酸的潜在好处，据说它有助于伤口愈合、关节炎和眼睛健康等问题。但这里的随机临床试验结果不一致，需要更大、更长期的试验才能让我们对效果有信心。不过，回到皮肤衰老的问题，你可能知道，衰老不仅仅是透明质酸的流失，胶原蛋白对皮肤结构和健康至关重要。这种补充剂被宣传可以减少皮肤皱纹。但它真的能兑现这个承诺吗？我们会确保查看下一个视频，看看证据显示了什么。